大家好，这里是文澜小屋。本期我们介绍的是 Jason Zweig 的投资的怪圈，成为洞察人性的聪明投资者。Jason Zweig 自1987年以来一直从事财经报道，长期关注金融市场和投资者行为。为了写这本书，他走进多家神经经济学实验室，还亲自躺进功能性磁共振成像仪，让研究人员一次次观察自己在面对收益、风险和概率时大脑内部发生的变化。投资的怪圈引入了神经经济学 （Neuroeconomics）， 这是一门融合神经学、经济学和心理学的新兴学科。借助脑成像等技术，研究人员可以直接观察人在估算收益、评估风险和计算概率时，大脑中的神经通路如何活动，从生物学层面解释那些看似不理性的投资行为。传统经济理论往往假设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能够理解风险与收益的权衡，并合理利用信息。但现实中，我们明明知道应该低买高卖，却经常高买低卖；明明知道恐慌性抛售并不明智，却仍会被短期波动吓出市场。问题并不只是我们懂得不够多，而是大脑本身就带着一套为生存而形成的古老机制。接下来，我们就潜入大脑深处，看看这些神经回路为什么会让我们追涨杀跌、迷信预测，又该怎样通过规则约束本能，让理性与情绪重新取得平衡。人类大脑的决策并不是由一个中枢统一发号施令，而是两套不同的系统不断拉锯。第一套是反射系统 Reflexive System， 主要涉及大脑皮质下方的基底神经节和边缘系统。它处理信息极快，可以在不到 0.1 秒的时间里对视觉、声音等刺激做出反应。另一套是反思系统 Reflective System， 主要位于前额皮质，负责分析复杂信息，处理数字和语言，归纳证据，并为未来制定计划。一个简单的算术题就能看出两套系统是怎样争夺控制权的。一块棒棒糖和一块口香糖加起来是 1.1 美元，棒棒糖比口香糖贵1美元。那么口香糖多少钱？几乎所有人的第一反应都是10美分。但如果口香糖10美分，棒棒糖就是 1.1 美元，两者加起来会变成 1.2 美元。再算一遍就会发现，正确答案是口香糖5美分，棒棒糖 1.05 美元。最先跳出来的10美分，就是反射系统给出的快速答案。只有当反思系统意识到直觉可能出错，重新进行计算，答案才会被纠正。但问题在于，反思系统并不喜欢长时间工作。大脑重量只占人体大约 2%， 即使在休息状态下，也会消耗大约 20% 的氧气和卡路里。面对复杂任务时，它更倾向于节省脑力。一旦问题太难，反射系统就很容易重新占据上风。这在金融市场中尤其危险。假设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从 12,683.89 点跌到 12,578.03 点，新闻播报员可能会强调，道指今天下跌106点。反射系统首先注意到的是106这个显眼的变化，却容易忽略指数本身超过12000点的基数。实际上，这次跌幅还不到 1%。数字还会形成锚定效应 Anchoring Effect。 一旦某个价格进入大脑，后续判断就很容易围着它打转。投资者会盯着自己的买入价判断一只股票贵了还是便宜了，而不是重新评估企业本身。基金公司也几乎总是把新基金的初始价格设在每股10美元，这个看起来便宜的数字很容易成为投资者心中的锚点。因此，面对金融市场，大脑最快给出的答案，往往并不是最值得相信的答案。越是显眼、变化越大的数字，越需要给反思系统留出重新计算的时间。这种对显眼数字的偏爱，在概率判断中会表现得更加明显。马萨诸塞大学的心理学家做过一项豆形软糖实验，小碗里有10颗软糖，
其中1颗是红色的。大碗里有100颗软糖，其中5到9颗是红色的。蒙眼从任意一个碗里摸出红色软糖，就能得到$1奖励。小碗摸中红色软糖的概率始终是10%，大碗最高也只有9%。按概率计算，选择小碗显然更合理，但接近2/3的参与者还是选择了大碗。甚至当大碗里只有5颗红色软糖，中奖概率只有50%，仍有接近1/4的人愿意选大碗。原因很简单，大碗里红色软糖的绝对数量更多，看起来似乎更容易摸中。这种现象被称为分母失明 （denominator blindness）。每一项投资的影响也可以看成一个分数，分子是收益或损失的金额，分母是你的财富总额。分子每天都可能剧烈变化，分母却通常变化得很慢，所以大脑天然更容易盯住分子。假设你的净资产是20万美元，今天股票上涨了1000美元，投资分数的分子从0跳到1000美元，变化非常醒目，但分母只是从20万美元变成20万零1000美元，几乎不会引起注意。可真正决定你财务安全的，恰恰是这个不那么显眼的分母。心理学家 Paul Anderson 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实验室里搭建了一个模拟股票交易环境，并让参与者在其中进行投资决策。为了观察不同信息对交易行为的影响，他把参与者分成2组，一组主要看到总体股价水平，另一组则不断看到股价的短期变化。最终，关注总体股价水平的投资者，利润是关注价格波动者的5到10倍。后者因为不断受到短期波动影响，频繁交易试图套利，反而拖累了最终收益。基金投资也是如此，基金每年的费用通常不到2%，看起来很小，也几乎没有变化，业绩数字却可能超过20%，上下波动十分醒目。于是，投资者往往追逐过去表现最亮眼的基金，却忽略持续收取的费用。但几十年的研究反复显示，基金费用这个不起眼的小数字，恰恰是预测未来业绩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市场每天都在制造足以吸引注意力的大数字，但真正影响长期结果的，往往却是那些稳定、缓慢而不起眼的小数字。除了显眼的数字，大脑还会被另一个东西轻易欺骗，那就是熟悉感。海马体 Hippocampus 是大脑重要的记忆中心，其中存在一种被称为位置细胞 place cell 的神经元。周围环境中的某张面孔、某栋建筑，甚至一个公司的标识，都可能成为激活这些细胞的线索。人类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本来就需要警惕陌生环境，因此熟悉的事物很容易被大脑归入更加安全、更加舒适的范围。相反，当投资者考虑把钱投向陌生的国外市场时，大脑的恐惧中枢之一杏仁核会变得更加活跃。心理学家 Robert Z. Jung 通过一系列实验发现，即使人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见过某个图像，重复曝光也会提高对它的好感。在一项汉字图像实验中，一些图像只出现1次，另一些会以几毫秒的速度反复出现5次。之后，参与者并不知道自己曾经看到过什么，却明显更喜欢那些出现过5次的图像。这就是纯粹曝光效应 （Mere Exposure Effect）。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大约500万美国投资者会把60%以上的退休基金投进自己雇主公司的股票。员工每天都被公司的名称、产品和标识包围，电脑屏幕、记事本、咖啡杯、停车场，到处都在重复强化这种熟悉感。久而久之，我很熟悉这家公司很容易被大脑偷换成这是一项安全的投资。安然公司的教训尤其惨痛，大约2万名员工把60%左右的退休储蓄投进了安然股票。公司倒闭后，他们不仅失去了工作，退休账户还合计损失至少20亿美元。熟悉并没有降低风险，只是降低了人们对风险的警惕。
与熟悉感相伴的还有控制错觉 （illusion of control）。心理学家 Skinner 曾把鸽子放在会随机掉落食物的装置旁，食物掉下来之前，鸽子碰巧做过什么动作，之后就可能不断重复这个动作，仿佛这样就能换来食物。其中一只鸽子反复左右换脚跳了超过1万次，仍然没有意识到食物掉落和自己的动作毫无关系。人类也会这样。心理学家 Evan Langer 发现，如果彩票号码由自己挑选，人们愿意出售这张彩票的价格平均是随机拿到彩票者的4倍。亲手做出的选择会让人产生一种自己能够影响随机结果的感觉。在线投资者甚至可能每小时查看投资组合10到20次。频繁点击、刷新和操作并不能改变股价，却会给大脑带来一种我正在掌控局面的安慰。一旦控制错觉和熟悉效应叠加，我们就更容易把过多资金压在自己最熟悉也最有信心的那一项投资上。如果说熟悉感让人低估风险，那么预期回路则会从另一边推着我们追逐收益。大脑里并没有一块专门用来计算金钱价值的财务仪表，潜在的投资收益会调用与食物、饮料等基本回报相似的神经机制，其中一个核心区域就是福格核。当大脑发现可能获得回报的线索时，这里的多巴胺活动就会增强。真正让人兴奋的，往往并不是已经赚到了多少钱，而是马上可能赚到钱的感觉。在斯坦福大学神经科学家 Brian Newson 的实验中， Swy 亲自躺进功能性磁共振成像仪，观察自己面对不同金额奖励时的大脑反应。当屏幕上的信号意味着可能赚到$5时，福格核的活跃程度大约是预期赚到$1时的2倍。但等到奖励真正到手，福格核的活跃程度反而明显降低。这就是为什么期待经常比得到更令人兴奋。1862年，年轻的 Mark Twain 在内华达州参与银矿开采，一度以为自己马上就要发财。他整夜睡不着，在脑海里规划着旧金山一座占地2英亩的庄园，以及长达3年的欧洲旅行。后来矿权被否定，这笔财富1分钱也没有兑现，但那种即将发财的感觉却长期留在了他的记忆里。此后几十年，他不断把钱投入印刷机、改良葡萄碱等高风险项目，反复追逐同样的兴奋。卡内基梅隆大学经济学家 George Lowenstein 发现，大脑面对巨大奖励时，对金额的反应远比对概率敏感。假设彩票头奖是$1亿，把中奖概率从1000万分之一降低到1亿分之一，并不会让情绪反应按比例下降。巨大的奖金足以占据想象，至于那个极低的概率，很容易被抛到脑后。所以，贪婪并不只是想赚更多钱，它更像是一套预期机制。只要未来的回报足够诱人，大脑甚至会在钱真正到手以前就提前把兴奋感支付给你。预期回路一旦启动，大脑接下来就会做另一件事，在数据里寻找规律。即使规律并不存在，我们也很难接受眼前的一切只是随机发生。这种倾向可以称为预测瘾 （prediction addiction）。埃默里大学神经精神病学家 Gregory Burns 做过一项实验，参与者躺在扫描仪里，用左右手食指点击2个方框，试图让屏幕上的滑块升高，最终赢得$40。左边方框和果味饮料相关，右边方框和白水相关，但平均只有大约1/3的案件会真的得到液体奖励。参与者并不能清楚说出其中的规律，可他们的手指却会逐渐表现出偏好。这就是无意识学习 unconscious learning。 在反思系统还没有总结出规则之前，大脑已经开始从过去的奖赏中寻找模式，并调整下一步动作。杜克大学神经经济学家 Scott Futrell 还发现，只要同一种刺激连续出现2次，大脑就会自动开始期待第3次。随机向人展示圆圈和正方形时，只要正方形连续出现2次，
人们就更容易预期下一个还是正方形。随机序列在大脑眼里很快就会变成一段趋势。纽约大学神经生物学家 Paul Glimcher 对恒河猴的实验进一步发现，多巴胺神经元似乎会根据近期结果形成一种类似移动平均的预测。大脑通常重点参考最近5到8次结果，其中最近3到4次的权重最大，这就形成了近因效应 recency effect。 刚刚发生的事情会在判断中占据过大的权重。股票连续上涨几次，我们很容易觉得它还会继续上涨。基金最近几个月表现出色，就会让人忘记更长时间里的平均水平。于是一条原本随机的价格曲线在大脑里逐渐变成了一个似乎可以预测的故事。预测瘾最危险的地方不在于我们没有数据，而在于我们太善于从有限的数据里看见规律。预测会改变我们对未来的期待，而面对风险时，大脑同样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尺度。一个人究竟敢不敢冒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面对的是什么风险，以及这项风险是怎样呈现在他面前的。美国攀岩冠军 Bobby Benson 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他获得过20多项美国攀岩锦标赛冠军，可以在几百英尺高的岩壁上攀爬。1992年甚至曾从50英尺高处坠落，最后被保护绳拉住。但到了投资上，他却相当保守，大部分资金都放在稳定的基金和蓝筹股里。这说明所谓风险承受能力并不是一种固定的人格特征。一个人在某种情境下敢于承担巨大风险，换一个情境却可能非常谨慎。更重要的是，即使客观风险完全相同，只要换一种描述方式，我们对它的感觉也会发生变化。心理学家 Amos Tversky 和 Daniel Kahneman 用著名的亚洲疾病问题证明了这一点。假设一种罕见疾病可能导致600人死亡，方案 A 可以确定拯救200人，方案 B 有1/3的概率拯救全部600人，也有2/3的概率一个人都救不了。面对这种描述，72%的人选择方案 A。现在只把同样的结果换一种说法，方案 C 会确定导致400人死亡，方案 D 有1/3的概率无人死亡，也有2/3的概率600人全部死亡。数学结果没有任何变化，但选择确定方案 C 的人却只剩22%。为什么？因为第一种说法强调的是得到什么，可以确定救下200人，人们更愿意保住已经得到的收益。第二种说法强调的是失去什么，确定死去400人，人们反而愿意承担更大的风险，赌一个避免损失的机会。这就是框架效应 Framing Effect。 风险本身没有变化，变化的是大脑看待风险的方式。投资里也是如此。股票上涨后，利润被大脑放进收益框架，为了避免已经到手的利润消失，人们往往过早卖掉赢家。股票下跌后，账面亏损进入损失框架，为了避免真正承认亏损，人们又会继续承担风险，希望它涨回买入价。所以一个人并不是简单的保守型或者激进型。同一个投资者面对收益时可能非常保守，面对损失时却突然变得激进。真正变化的不一定是风险本身，而是我们如何感知风险。知道这些机制之后，真正的问题就变成了怎样让大脑在关键时刻不要立刻行动。密歇根大学心理学家 Kent Berridge 和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心理学家 Peter Winkelmann 做过一项实验，他们让口渴的人决定愿意花多少钱买一杯饮料。第一组人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短暂看到一张生气的脸，时间不到 0.02 秒，平均只愿意支付10美分。另一组看到一张笑脸，愿意支付的价格却提高到38美分。没有人意识到自己看见过什么，但在接下来大约1分钟里，他们的出价已经被这种无意识情感改变了。金融市场每天都在制造类似刺激，价格跳动，一条新闻，一串红色或绿色的数字，都可能在你意识到之前改变情绪。此时，
仅仅告诉自己不要冲动往往不够，更有效的方法是先把身体从刺激源旁边移开。圣克拉拉大学金融学教授 Meyer Stepman 把这种做法形容为给自己来一场冷水浴 cold shower。 心理学家 Norbert Schwartz 也建议在情绪高涨时推开桌子，身体向后退，让自己真正离开屏幕，把决定留到第二天。这种中断并不是浪费时间。研究发现，当抛硬币连续出现几次相同结果时，人们会本能地觉得下一次该轮到另一面了。但如果暂停一段时间，花大约20分钟去做别的事情，再回来判断，压注就会重新接近正常的各占一半。短暂中断能削弱大脑刚刚形成的虚假模式。更进一步，可以在平静的时候提前建立规则。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 Berkshire Hathaway 在年报中长期列出6项收购标准，不符合标准的项目直接排除。投资者同样可以建立自己的排除规则清单 Exclusion Checklist， 在情绪出现之前先决定什么坚决不做。还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叫妈妈会怎么做测试 What would mom do？ 假设这笔投资不是给自己做，而是要推荐给自己的母亲。如果你不愿意让她承受同样的风险，那么自己按下交易按钮之前也应该重新想一遍。真正有效的克制往往不是在最激动的时候强迫自己变理性，而是在平静时提前设计好一道护栏。第二个处方是停止把最近发生的事情当成未来。从1995年到1999年，美国股市连续5年取得超过 20% 的年度涨幅。到了2000年，投资者据此预测当年的收益率会达到 18.4%， 结果市场反而下跌了 9%。 连续经历3年亏损后，到了2003年3月，人们又变得极度悲观，只预计未来1年的涨幅为 6.3%。 接下来1年，股市却上涨了 35.1%。 大脑根据近期经历不断修正预期，结果往往是在最乐观的时候高估未来，在最悲观的时候低估未来。与其费力预测无法控制的收益，不如把注意力转向确定能够控制的成本。收益率无法预知，但管理费用金和税金却是真金白银。一笔股票交易，买入用金可能消耗大约 2%， 卖出又可能消耗 2%。 也就是说，在不考虑其他因素时，股价往往要先上涨超过 4%， 才可能覆盖双向交易成本。基金费用也是如此。对于美国股票型基金，年度费用一旦高于 1%， 就已经值得格外警惕。持有不足1年的资本利得还可能按照最高 35% 的普通收入税率征税，而长期资本利得税率可以低得多。频繁交易的代价并不只是判断出错，还包括不断叠加的确定性成本。戒掉预测瘾，还要学会看基本概率 Base Rate。Google 上市后迅速成为明星，新股暴涨的故事很容易让投资者相信自己也能找到下一个 Google。 但佛罗里达大学金融学教授 Jay Ritter 统计了1970年以来的数据，新上市公司在上市后的前5年中，平均每年的表现比历史更久的公司低大约 2.2 个百分点。这才是判断新股时首先应该看到的基本概率。极少数明星公司的巨大成功非常醒目，但大量普通新股长期跑输市场才是更常见的结果。如果无法判断哪家公司会成为下一个赢家，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持有低成本、广泛分散的全股票市场指数基金 Total Stock Market Index Fund。 当别人问你下一家主导计算机行业的公司是谁，你完全可以回答我不知道，也不在乎。因为只要你买入了全股票市场指数基金，你就不再需要押中唯一的赢家，才能分享整个市场长期增长的结果。即使成功避开了短期预测，还有最后一个陷阱，大脑会在结果发生之后偷偷改写自己的记忆。心理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为后见之明偏误 Hindsight Bias。1972年，
卡内基梅隆大学心理学家 Baruch Fischhoff 让几十名大学生在美国总统 Richard Nixon 访问中国和苏联之前，对一系列可能发生的外交结果进行预测。事件顺利结束不到2周后，71%的人坚称自己当初就准确预料到了这个结果。4个月以后，这个比例进一步升到81%。结果发生的越久，人们越容易觉得它原本就是显而易见的。投资也是一样，一只股票翻倍以后，大脑会逐渐抹掉买入前的犹豫、担忧和那些没有兑现的其他可能性，只留下我早就知道它会涨的感觉。长期研究记忆的心理学家 Elizabeth Loftus 发现，人们对自己早期感觉的回忆很容易被后来发生的结果重新塑造。一旦你相信自己过去早就知道，下一次就更容易高估预测能力，进而承担更大的风险。最直接的反制方法就是写投资日记 Investment Diary。 Fischhoff 建议在交易之前把当时真正掌握的信息、判断和理由写下来，而且尽可能使用概率、价格区间和时间，而不是模糊的感觉。比如，我认为这只股票有 70% 的概率在1年内达到20到24美元，因为某项具体的经营指标正在改善。1年以后，再拿出当时的记录对照结果，你会看到究竟是判断真的正确，还是只是碰上了好运。只有事前留下证据，才能阻止大脑在事后重新编故事。另一种方法是把错误留在眼前。戴维斯精选顾问公司的基金经理 Christopher Davis 管理着超过600亿美元的资产。他在办公室走廊设了一面错误墙，把公司过去最糟糕的投资装进相框，墙上展示着16家公司，其中就包括维斯特管理公司。 Davis 后来总结，自己因为错误的理由买入，又在错误的情况下卖出。每次出现重大误判，他都会尝试从中提取错误回报率，把具体教训留下来。错误墙的意义并不是不断惩罚自己，而是不让记忆把失败磨平。只要过去的错误仍然摆在眼前，大脑就很难把一次幸运包装成能力，也很难把曾经的无知改写成我早就知道。投资的怪圈，成为洞察人性的聪明投资者，真正想让我们了解的并不是怎样彻底消灭情绪，而是怎样理解大脑的运作方式，让理性和情绪保持适当的平衡。多巴胺会让预期中的收益比真正到账的更令人兴奋，熟悉感会让我们把我知道它误当成它很安全，框架效应会让同一组数字仅仅因为描述方式不同就改变我们的风险偏好，而后见之明又会在结果发生后悄悄修改记忆，让我们高估自己的判断能力。应对这些本能，最终还是要回到最基础的规则上。买股票之前，先研究企业本身，而不是盯着不断跳动的价格。只有当市场价格明显低于你能够合理估算的企业价值时，才会为自己留下足够的安全空间。对于根本算不清价值的公司，承认不知道比应做一个预测更重要。同样，不去猜下个月大盘会涨还是会跌，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真正可以控制的东西上，降低管理费、佣金和税费，减少不必要的交易，把大部分资金放进低成本、广泛分散的指数基金，让长期结果更多依赖市场的基本概率，而不是自己的临场情绪。投资真正困难的地方，从来不只是看懂市场，更是看懂自己。很多时候，我们并不需要做出多么惊人的正确判断，只需要少犯那些足以造成永久损失的大错。这里是文澜小屋，我们不追求快速致富的奇迹，只希望与您一起阅读好书，慢慢变富。如果本期内容对你有所启发，欢迎帮忙点赞转发，并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您的举手之劳都是在为更有价值的知识投票。也相信您聆听本期视频的时间付出，会在未来化作认知上的复利，为您带来最稳健的回报。感谢您看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